美国对中国开战前根本就不会提出警告。米利为什么前后说话矛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前一阵，美国参联会主席米利上将因为向中国承诺进攻前会提前打电话通知，遭到了美国共和党的口诛笔伐。到了9月28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米利又改口说，如果美国计划对中国发动真正的攻击，他当然不会警告中方。那么，米利说的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呢？其实都是。如果美国根本不想与中国开战，那么为了避免中国军队发生误判，他们就有可能会提前向中国保证进攻前会电话通知。如果美军真的要向中国发动战争，美军当然不会提前警告中国。虽然中美签署有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但这只是解决了和平时期双方的沟通问题。那么一旦出现真正的军事冲突，美国怎么可能向中国发出警告呢？如果真这样做，米利可就真的要被美国的一些政客扣上叛国的帽子了。当然，中国也不可能期望美国军队会这么好心。实际上，美军多年来坚持的军事战略就是先发制人，而中国也根本就不需要美军的通报，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决定风险等级，依据自己的判断来提高战备等级。如果美军胆敢先发制人，那也要看看对手是谁，因为面对中国这样的军事大国，美国是否会先发制人还真不好说。但是中国完全有办法让美国头脑冷静。第一只要中国的军力足够强大，那么美军对中国进行战争冒险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在和平时期，中国应该向美军展示足够的力量，让美国人打消此念头。第二我们一定要发展足够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也就是建立全方位的侦察情报信息体系，从而不给美军留下任何冒险的空间。第三，观察美国国内的决策，同样可以看出是否会对华发动战争。以中国这样的大国开战，对美国而言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要掂量后果。如果要进行全面的战争，那么他必须先进行战争动员，这可是很难保密的。第四必须发展足够强大的远程打击力量，这里面包括航空母舰、远程的战略轰炸机、远程运输机、远程的弹道导弹，以及各种各样的反舰反潜武器系统。那么这些武器系统其实在我们的国情大阅兵以及各界珠海航展上都已经初见端倪。第13届珠海航展现在虽然已经结束了，那么从这届航展上所展现出来的各个军工集团为我们陆海空三军、火箭军以及战略支援部队所研发的新一代的武器系统，充分表明在保卫国家主权、安全能力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更多更先进的武器装备系统，包括远程的侦察机、高空高速的平台，以及各种高超音速的武器系统，以及有效的卫星、雷达和高速侦测系统。那么通过这些系统构建起来的体系，我们将能够有效的、及时的掌握整个西太平洋地区以及我们周边地区的情报信息，对危险形势做出及时有效的判断。那么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将会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先进远程的打击武器来制止战争。当然，武器装备的发展是一个方面，人员的训练、素质的提升是另外一个方面。从近年来中国人解放军所开展的各种各样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和高强度的训练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只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才能有效地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有效地制止潜在的战争危机。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